当你迷失在鸟不拉屎的荒岛上，既没有现代的通讯设备，也没有其他求生工具，唯独只有一把小李飞刀的刀以及一卷鱼线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你能在这个荒岛上存活多久？好巧不巧，大壮此刻就在印度尼西亚的热带荒岛上。上岛的第一件事就是化身为收破烂，不管是废弃的尼龙绳，还是被遗弃的路亚尔，通通都尽收囊中。多管闲事的大壮，甚至还制止了一场寄居蟹夺妻大乱斗事件的发生。随即进入红树林，试图寻找今天的食物。突然发现一棵39米高的椰子树，让大壮兴奋起来。但树上的苔藓却让他望而却步。除了成片成片的椰子树之外，让大壮既泄气又崩溃的是热带蚊子，它们的战斗力堪比超级赛亚人。大壮只能光速逃离。随处可见的废弃打火机，但没有一款可以正常使用。唯一的好消息是，在地上捡到了一个老椰子，尽管看起来已经一把年纪，但晃动起来还是能感觉到里面的液体蠢蠢欲动。大壮当场就给他来了一套去皮手术。别看他剥出来还没有一个拳头大，但椰子里面的椰汁却满满当当，一口下去提神又醒脑，就是味道有些一言难尽。椰汁喝完了不要扔，砸出里面的椰肉也能充饥一下。大壮本想弄点鱼儿直接开吃，显然此刻的水位并不适合垂钓。紧接着他打起了椰子的主意，拿着地上捡来的干椰子，能不能把树上的椰子给打下来呢？在尝试了999次之后，大壮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地上的竹荇已经准备多时，有了它还怕没有椰子吃吗？只见大壮使出9牛2虎3羊开泰之力，冲着树上的椰子不断的使劲捅。第一个椰子顺利完成自由落体。打铁需要趁热，椰奶需要先喝。大壮当场就连捅了4个椰子，最起码今天饥渴的事情解决了。在荒岛如何解决饮水的问题？找一根39.99米长的竹竿，对准椰子的下巴开始一波捅来捅去。接下来就是小刀开瓢。大壮先给自己喝了一整个椰子，然后用一片树叶作为漏斗，将椰汁灌入捡来的塑料瓶里。3个椰子刚好装了满满一瓶。干燥的树茸是生活的关键。当大壮重新回到海岸，躁动不安的海浪依旧十分凶猛。这次他没有选择放弃钓鱼，而是开始尝试手摇版的路亚钓。在学了唐三的成名绝技99归一之后，大壮依然是颗粒无收。他开始对这种仿生饵的质量提出质疑，并用捡来的包装纸现场做了2个，真是眉毛上挂钥匙。今天开大眼了，废弃码头是垂钓的好位置，最起码能保证自身安全。只见大壮的大手一挥，立马钓上了一条海鱼。果然还是自己做的仿生饵比较优秀，就是鱼儿的大小，一条比一条小。心地善良的大壮选择了放生。这下大鱼没钓上来，小蛮腰却被晒出了层次感，只能切换新战场，来到礁石边搜罗一圈。既然钓不到鱼，吃点猫眼螺也无伤大雅。这种个头的猫眼非常肥美，手指头大小的海螺也不能放过。半个矿泉水瓶就这样装起来了，却又遇到了生火的难题。捡来的一堆垃圾基本无用武之地。大壮将枯木中间削出凹槽，随后用小刀将树干底部削尖，这是要原始钻木取火的节奏。硬钻当然是行不通的，必须在底下垫上易燃的火绒，还需要一个被闪电劈过的椰子，从它的外壳削下一点黑炭。接下来只需要展示自己单身多年的手速即可。大壮硬转了半个小时的持久度，火绒终于开始冒出白烟。使用持续的独特口气加以吹捧，让火势逐渐明朗起来。篝火成功升起，小哥的眼睛也被熏得直飙眼泪。等到凶猛的火势逐渐熄灭，将海螺放置在炭火上，用余温将它们慢慢烤熟。小刀挑起饱满的鲜螺肉，去除顶部海螺脑和尾部内脏，才能送到大壮口中。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烹饪3个小时，吃饭2分钟吧。你见过这样的巴厘岛吗？一脚下去是深达半米的淤泥，别人都是来这里避暑度假的，大壮却千里迢迢跑来抓泥蟹。只见他拄着树枝深入红树林，地面上到处是被削得尖尖的树干，一不小心足以令你的小脚千疮百孔。大壮率先发动进攻，没想到却是一只迷你小螃蟹，这体态让大壮有些哑口无言，只能让他回去找父亲出来约架了。为了找到这片红树林的泥蟹之王，大壮决定使用现代科学技术，不料无人机直接罢工。幸运的是，一只硕大的蟹钳给了大壮希望，他义无反顾地钻进树林里，尽管全身包裹得非常严实，还是无法抵挡蚊子的热情款待。2个多小时之后，大壮终于找到了第一只真正的泥蟹。
这只大家伙的脾气实在暴躁，为了反抗棍子的调戏与骚扰，当场就把自己的一个钳子给拧断。就算杨过看了也尊称一声谢大侠。大壮觉得它实在太火，吃起来的味道肯定不错。换上干干净净的白色短袖，生一堆莫名其妙的篝火，吃一只不被定义的谢大侠。真实的巴厘岛终于在眼前出现，一切都是那样的春光明媚。当然，谢大侠的体验就另当别论。起锅烧水，加入1包方便面调料，水开之后放入整只泥蟹，火候控制在中小火慢慢烹煮。半小时后，大壮敲开了第一只蟹腿，一只完美的蟹腿肉尽显眼前。这一口下去，满嘴都是鲜味，肉汁在嘴里炸裂的同时，瞬间充斥着整个味蕾。此时再喝上一口82年不知名的老啤酒，真是纹身师闭眼，简直秀了我一脸。这个男人只用一个椰子就抓到了好像有3斤重的大鲶鱼。首先准备一个好像10斤重的大椰子，大壮先给他开个天灵盖，接着用小刀清除所有闲杂人等，随后小刀一击插进，椰汁瞬间喷射而出。椰肉一直是大壮的心头好，吃完接着用椰汁洗个手，再给自己补充一点水分。现在大壮得到了一个完整的椰子壳，紧接着找一根品行端正的竹子，从顶端破开一个口子，通过小刀与木棍的相互配合，竹子很快就1分为2。继续对2块竹片进行细分，将无数根小竹片顶端削尖，使其变成纤纤细腰的小竹签。不要看它细小而低估了它的实力，小小的改变足够赋予竹签成倍的攻击力。只见大壮将小竹签敲入椰子洞口的4周围，从不同的角度逐一攻破坚硬的外壳，让整个椰子从此拥有一口锋利的獠牙，却又保留了适当的入口，方便鱼兄们的自投罗网。光有捕鱼笼是远远不够的，要想聪明的鱼兄上当，还得靠诱人的鱼饵。找一块质地松软的泥土东挖西刨，香蕉园的主人实在看不下去，就你这富贵命的样子，还能挖到蚯蚓吗？随后就自己上演了抠泥鸡娃大法。大壮将所有的蚯蚓用小竹牵串在一起，这样可以防止它们趁机逃脱。有了这些小家伙充当诱饵，相信没有几条鱼兄可以拒绝他们该死的诱惑。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只见大壮将自制的椰式捕鱼笼带到水沟里。由于此处的水流十分平缓，所以不需要用任何固定手段，直接把捕鱼神器塞到芭蕉树下的淤泥里即可。次日一大早，大壮顺着昨天的路线找到具体位置，下了一整夜的雨水，水沟里已经不再平静。大壮将手试探性伸向树底，下一秒就发出一声尖叫，看来有一条大家伙上当了。原来是一条贪吃鲶鱼，只见身子不见头，多少有点不想活了的意思。整个身子居然长达40厘米。大壮除去椰子周围的竹签，将鲶鱼整条拔了出来。看这个大块头，真是纹身师闭眼，秀了我一脸。不过这次大壮的操作，我怎么看上去有点弄虚作假呢？有这样感觉的同学请举手。在一个鸟不拉屎的荒岛上，独自一人能生存多久？大壮一来就拥有了庇护所以及一个大型的壁炉，这里难道是度假胜地吗？先不管那么多，生存第一步就是先把火堆升起来。好在不抽烟的大壮这次带上了打火机，利用现代科学得到了来之不易的火种，就是烟雾大了有点辣眼睛，解决了用火的问题。下一步就是外出觅食，正所谓靠海吃海。大壮一个猛子就扎进了水底，脚底下的礁石大多数都很锋利，如果你没有5厘米厚的脚皮，请勿模仿。没想到鱼儿没摸到，却摸到了一条大海参，这可是好东西，就是有点不讲武德，直接放出82年的珍藏，差点喷射到大壮的嘴里。不过大壮看见海参哥这么拼命求生，顿时生出怜悯之心，还是将海参哥放回了原地，因为他坚信会有更豪华的食物在前方等着自己。随后大壮取来钓竿，尝试了今天的第一次钓鱼，鱼竿刚甩下去就迎来了一波对抗，没想到却屡屡被挣脱。大壮将鱼竿卡在石头缝里，随后自己走进海里，原来是他远远的就看见了一张渔网，刚想捡回临时营地，才发现有人正在后面收着网，真是额头上贴膏药，脸上尴尬的一匹。本以为人迹罕至的荒岛，居然也会有远道而来的渔民，大壮自然不甘示弱，费尽9牛2虎3羊开泰之力，却钓上来了一条纸尿裤。这真是乌龟退房，憋不住了，直接给我笑得不要不要的。半小时之后，大壮感觉鱼钩有非常明显的动静，他再次将鱼竿卡进石缝里，带上潜水镜直接下到水里，没想到鱼钩上依旧空空如也。大壮觉得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，比如今天早上起床的姿势不对，或者是诱饵的重量太过轻盈，还是先回临时营地再做定夺吧。这个男人究竟有多倒霉？钓鱼钓不到，
想捡一张渔网也是名花有主，现在饿了只能吃野果，好不容易捡到一个椰子，没想到里面却烂得臭气熏天。本想在海边施展钓鱼神技，最后却在荒岛捡了大半天的垃圾。男人叫大壮，这是他来到荒岛的第2天，他的早餐是一包捡来的速冲咖啡，喝了这杯咖啡，立马开启觅食之路。相比上一集的艰难，这次用小刀弄点生蚝吃会简单很多，直接生吃效果更佳。谁知大壮兴奋过头，用力过猛，把自己随身佩戴的小刀折成了2截。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的食欲，反正事已至此，还是先填饱肚子再说。一顿饱餐之后，大壮很快就浑身充满力量，寄居蟹胆大包天，在他手上潇洒游走，随便捡起贝肉充当鱼饵。到目前为止，大壮还没有吃过自己钓上来的鱼饵。就像现在，他又把鱼竿放置一边，开始研究身后的野生仙人掌。只见他摘下红彤彤的仙人掌果子，先将表面的尖刺去除，切开果子的顶部。仙人掌的果子富含大量维生素，当你在野外没有食物的情况下，能发现仙人掌的果子，也许真的可以救你一命。吃了它，肯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幸亏大壮多吃了几颗果子，因为后面的几个小时里，大壮的钓鱼计划彻底颗粒无收。他跑去海边捡了一个不要钱的椰子，用他仅存的蛮力将椰子表皮撕开，谁知用石头一砸开，一股腐烂的香味扑面而来，差点让大壮把之前吃的果子都吐了出来。就在大壮准备转移战场继续钓鱼的时候，在他前面竟然出现看不到尽头的垃圾，它们无时无刻都被海浪从不同方位冲了上来，蔓延在整个沙滩上。原本美丽动人的海滩变得脏乱不堪。作为一个3观正的野外求生博主，大壮掏出了自己用来装设备的胶带，开始一个人的清扫行动。也许这一举动并不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，但大壮还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让净化海洋环境多出了一份希望。钓到50斤鬼头刀鱼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？别人来巴厘岛都是度假的，这哥们是跑来荒野求生的，租了一条海船就直奔海洋深处。从这根钓竿的弯曲弧度就能判断出来，小帅正在和一个庞然大物博弈，远处可见鱼哥若隐若现的身影。他越是挣扎的厉害，越是正中小帅下怀，耐心地将鱼哥引导至船边。经过2人轮流接力之后，最终鱼哥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放弃了挣扎。而此时大壮拿着铁钩早就蠢蠢欲动，抓住时机，一击致命。这条色彩斑斓的鬼头刀看起来比小帅还要强壮，最少得有个20-30斤左右。就是对大壮心里面的预期，还是觉得分量有些不足。换上极度仿真的路亚尔，让小帅再来一次。而大壮的任务就是紧握铁钩子。这是一条长达1米长的梭鱼，仿生鱼已经被它锋利的牙齿彻底撕碎。伴随着轮座里面的线圈不停地滚动，大壮立马激动起来。远处一条大鱼跃出水面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手抖泄气，慢慢的将猎物牵引过来。拿着铁钩的小帅此时只需轻轻一勾，这条鲜艳夺目的鳍鳅没有50也有40斤吧，真是黄牛头上站青蛙，我直接顶呱呱。就在大壮重新换上一个鱼饵之时，海上却开始爆发风浪，整个小船随即摇摇晃晃。为了人身安全，大壮只能见好就收，开始返航。回到岸上，3条死不瞑目的海鱼躺板板的睡在地上，似乎在细说命运的不公。不过大壮才不管这么多，开始安排小帅对其大卸八块的处理工作。拥有29.9年鲨鱼经验的小帅，对于处理一条几十斤重的海鱼，简直就是大材小用，轻松的不得了。既然野炊的食物有了，此时大壮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好野炊地点。看这个阴凉小树林还是不错的，将捡来的椰壳底部破开一个小口子，使其充当一个临时灶台。然后在椰壳里面放入干枯树枝，打火机一点，整个灶台开始炊烟袅袅。只不过这烟雾多得有点夸张，直扑大壮的脸上。等到火势稳定之后，取出祖传18代留下来的平底锅，倒入隔壁村花送的菜籽油，油温烧到8成烫。至于怎么把握好油温的热度，那只能看个人厨艺的累积经验了。接着放入新鲜的鳍鳅肉，只不过鳍鳅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前3个小时还在大海自由地畅游着，怎料3个小时之后却变成人类的娱乐口粮。大壮为了能让鱼肉更加鲜美，均匀地撒入少量食盐。等鱼肉煎至2面金黄之后，大壮抓起一块就扔进嘴里，鱼肉原本的鲜味在口中完全爆发，吃起来外焦里嫩，味道十分鲜美，越吃越香。看来这趟游玩果真不错，有机会带上女朋友一起前来，那就完美至极。这样的荒野生活享受，你们喜欢吗？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我的视频点个赞关注一下吧，下一期
我们不见不散。